我认为他会让对手猝不及防，所以他现在就经常的就直接当天下达要演习，隔天就立刻实施。在这一方面，他的这个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去及时因应呢？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要加强的地方要很多，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忧患意，这是最可怕的。中共宣布的前24小时、前1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讯息，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对情治的掌握也有很大的问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持续的，今天要来关注在解放军的这一场在台湾周边的围台的演习。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会特别请来宾来做回答。今天的演习进入到正式的第2天了，实弹演习，我们赶快来看到解放军的正义使命2025突袭登场。这个时候，包括了其他的周边国家，不管是日本、菲律宾也抱团有所动作了，还有美国的航母也开始往前推进。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是单纯的演习，还是台海正在进入冷启动的倒数呢？今天会请张燕婷张将军来帮我们做分析。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海警2侯的海报亮相，大陆会不会真的动手拦截住运台的军援，封锁台湾生命线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的问题是针对这一场军演，川普说他不担心，但是确实没有被习近平知会过，美国是在降温，还是对台海风险已经过度的乐观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光朋友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解放军东部战区12月29日突袭式的宣布对台的军演之后，可以说是没有暖身，被视为是不是一次冷启动的一个实战预演。央视微博最新释出了一个画面，是无人机视角，我们要请导播来一起带我们看最新画面。无人机视角俯瞰台北101的一场10秒的画面。30日更是再次公布北部海域的远程火力实弹的射击，而且他这样说，这一场实弹射击，他说是全部都命中的。东部战区发言人也这样子回答，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是有达成预期的效果的。随后国军是立刻表示，随即启动了立即备战的操演来做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当中特别被指明是不是冷启动？什么叫冷启动？也根据 CSIS 这边特别做定义，指的是快速的备战转换，会将这些部队的一些集资物资调动跟这一些通信异常的战前的一些征兆压缩到最低，在对手还没有反应之前，就瞬间的赶快去做临战的部署，这叫所谓的冷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了嘛，在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大陆这场军演之后，也立刻的有所动作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的航母跟日本、菲律宾同时做了一些动作。先来看到林肯号，目前呢是已经发现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并且在22号这一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菲律宾海跟台湾的东南方。另外2艘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还包括了华盛顿号，还有4万吨级的波里里号2栖突击舰，也是驻守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好，包括了其他第一岛链的国家，像是日本、菲律宾。现在看到解放军针对于南海还有东海的双线压力，最快他们也拟定宣布，在明年的1月份会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意思就是说，未来日本的自卫队跟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可以一起做联合的战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了？针对中国大陆今天的这一场军演，算是预演冷启动的突袭吗？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冷启动，台湾能够及时反应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与其说是冷启动，不如说中国大陆是在这个远战速胜、快打决胜。他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所以，应该是讲到他现在对平战结合、平战转换。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战训合一，作战跟训练合在那边。就比如作战将来在台海用兵，他就在这边训练，变成战训合一。所以他要发展这个触燃突击这个的可能性，将来用兵的模式大概这样，让产生奇袭的效果，让这攻其不备。你攻其不备，他还没有准备好，我就下手了。我认为他会让对手猝不及防，所以他现在就经常的。就直接当天下达要演习，隔天就立刻实施。你看，换句话说，如果平常说大家要准备个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个把个月这个前进到
这个保障基地啊，这个军队的布防、军舰的调动都要这些时间，不用直接下令，隔天就实施了。换言之，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去及时因应呢？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要加强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久了之后，忧患的意识，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忧患意识，这是最可怕的。忧患意识是心理素质，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决心？有没有决心？我们台湾现在缺少的是决心。你看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讲话都不是决心，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很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去对建军备战。你看，现在我们举个例子，现在那个国军的士兵缺5万多人，所以士兵是这个边线比不到60%，50%几而已。那这样的话，基层都空的，最少基层要到达85%，那我们士兵的只有50%几，差的标准太多。那你这样的话怎么去应变？基层空变成头重脚轻，脚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打仗打基层，上面是指挥、是管理、是计划。你下面在执行作战任务，这作战任务却缺，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非常短促，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短时间之内马上把这个备战达到那个最高点？我认为我们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变成缓步上升。缓步上升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在时间上赶得上进度，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火线接上了没有？子弹上膛没有？飞弹上架没有？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看相关的媒体这个方面的报道，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另外，我们对情资的掌握如何？我们在这个中共宣布的前1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讯息，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对情资的掌握也有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会知道，或者因为现在网络媒体马上即时就会说，马上立刻散出来，中共准备要启动演习了，结果没有全台湾这个几百家媒体没有一个媒体知道，或者说我们竟然被这个中共弄得魂不知鬼不觉，变成这个状况。那我认为这个非常危险，因为打仗打情报，如果情报的部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情报功能，没办法掌握敌情，那你是在这个战争的迷雾中。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没有战略目标，那你怎么样去实施动员？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并没有事先会掌握说中共即将在12月30号实施军演，没有。我们可以看各种媒体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是国安高层非常危险的事情。再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国安单位有没有说这些？具体去面对这些缺兵的问题，要是有一些策略的行动，我们有没有一个国安清单？我认为把国安清单轻重缓急列出来，比如说现在基建，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的存量只剩下12天，中共一实施海岸封锁，我们14天马上耗尽，因为打仗会大量消耗能源，那我们怎么办？那还有煤炭，还有石油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元能源，全部是晚上全部是火力发电。但是我们的基础建设不够，我们的这个战斗急需的备份量不足，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所以它中国大陆不管是冷启动或热启动，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好，现在看起来台湾还是缺乏整体的这个备战的忧患意识，包括整体的国安清单都还是需要重新的再整体的盘点一下。这一场军演我们看到非常的紧张。那除了说这一场军演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实弹的射击之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环球时报》跟中国大陆海警局在30日，他们又在发布了另外一个叫做“恶猴”的海报。那画面其实呢也非常的赤裸，就是做一个它包括它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海警的它的舰艇编队跟直升机直接对台湾周边实施这一种立体的风控。那这个海报画面还特别做了一个 P 图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就是它在台湾的东部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海警拦截了载有海马斯的长荣的货轮，直升机也就锁降来登船。刚好这一幕，大家网友就在看说，是不是刚好对照11月份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他们当时在印度洋实际的登检，拦截了大陆的货轮运往伊朗的这一艘武器的零件。中国海警是不是仿效美军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这一次的军演对于台湾的海空的补给线的威胁又有多大？干哥又怎么看？这个特别选在这个12月29号，也就是
28号双城论坛结束之后，他才对台湾做这样的。但是这个举措像张将军讲的，你猜都猜不到，你想也想不到。可是他现在的这是比以前，你会发现说，他现在更进一步了。他除了比以前的联合利剑演习之外，他更加的缩小了包围圈，而且有800架航班受到影响。那下一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回想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你要发动奇袭，只有保持无线电静默。整个舰队开了半个月，到了珍珠港面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是网络那么发达的时代啊，为什么对于大陆的这个军演，我们完全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国防部也很惊讶，代表他们在训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完全静止的状态达到第一线战备的能量，而且我们可以马上丢进去。所以大家认为这4年来的共机绕台那些训练，你以为他们都是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不是，那都绝对不是例行公事了。然后现在最主要是我们看到这张海报，这张海报叫做恶猴海报，它指的是什么？它这个是由大陆的官方媒体机关报叫《环球时报》跟海警局共同发布的。啊，共同发布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可能对台湾周边的外海掌控，而且呢，对于可能发生在非战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登船检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已经画出梗图了，也就是一张 P 图。P 图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展示出你们台湾用长荣海运的货轮，在今年跟去年2次自美国送回2批 M1 主力战车，我可以把卫星照片给你看。除了这个 P 图，还有一个卫星真实照片给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进到台湾海峡，我都知道，我要不要去登船去登检它而已。这个警讯非常大，为什么？代表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运来，而且我知道运的是什么东西来。不仅仅是 M1 坦克我们拦得下来，而且你们最近多买了总共111套的 HIMARS 那种高级火箭弹，我通通可以拦得下来。大家要知道 ，HIMARS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多少次，在乌克兰前线，它可以装在 ATACMS 精准打击陆军战术飞弹。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 HIMARS 也被你拦下来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们台湾以后如果在滩头的第一线是没有东西可以对付共军登陆的，因为海马斯将是第一线的打击武器。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梗图跟 P 图，你就可以知道我不是开玩笑。只要现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再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我就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之内做出第一击，这才是我们真的要担心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那目前针对的这场演习，那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川普最新说了一个回应，他说他不太担心习近平今天的动作，他说我和他的关系很良好，他确实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他会真的这么做。尤其呢，他在这个地区演习已经20年了，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上志哥怎么解读川普的态度？这次这个正义使命演习，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外交的国际上的意义就是反台独、反外国势力介入。那这当然也有包括直指的，除了先前日本高市早苗之外，当然包括美国。但这场演习真的是空前的、逼近的、压迫式的围岛的军事演习，还有实弹。所以，相较于过去联合利剑以来的部分，当然没有错，经常这个演习啊，但是这次意义不一样。而且，大家如果把过去联合利剑演习先前围岛的区域，包括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我想大家在新闻上、网络上这个地图，真的围一圈了呢，滴水不漏，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不是乱演习，每一次都有所推进。好，那对川普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其实记者在询问川普的时候，不是一个其他场合，是他跟纳坦雅胡正在佛罗里达州那么见面谈完中东，特别跟以色列相关的情势之后的记者会上，刚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直接就问川普了。所以可以知道，川普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回答，但是不可能他是匆忙的，因为一定有所准备，然后包括他的白宫幕僚也都有。但是川普的这个态度，我想真的是在我们台湾执政党包括日本
方面的这个高层应该都哭哦，抱枕头哭哦。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形容这个东西叫做强者的漠视。因为往往很多强者，你不要觉得他是关心一切东西，什么东西都处心积虑的参与，他就告诉你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几乎要把台湾拿下来。一旦演习变成真的，他第一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习近平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跟他很好，而且他一开始就直接说他不担心、不忧虑。但之后记者继续追问这次演习的状况的时候，他难道对于未来没有忧虑吗？他还是说他不忧虑。你去看他新闻那个原文，他就说他一直 not worry 啊，就用一点都不担心、不忧虑这个字眼。所以我这个就叫强者的漠视。强者欣赏强者，哎呦，你这个演习也确实蛮厉害的，那我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哈？当然，中国大陆这次有这个演习，它主要还是在测试。除了测试他们自己本身的军演之外，也都知道有这个政治的意义，包括对亚洲周边的国家，特别直指日本方面。而且这刚刚嘉文讲到的这种冷启动、临时性的措手不及，这个措手不及不止台湾措手不及啊，这里头在台湾海峡周遭，包括经贸相关的所有的国家，甚至航空飞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测试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影响相当大的。但是测试包括美国啊。那你说美国为什么看呢？其实要知道，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演习，对于印太的美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不能说在旁边拍手看好戏，因为他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大陆一旦为了要打台湾，动员的战术、战绩跟所有的这种战略的新配置，像这次正义使命的部分的包围方法就不太一样。实弹演习也是第一次在台海周边有这么密集的实弹演习，所以这对于美国观察中国大陆的军力跟以后怎么样来，他们要打台湾，那怎么样，要不要打，跟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坦白说，对于日本或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资料库。对，我虽然说他们是乐见这个演习，但是每多一次演习，就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了解一分。所以讲这背后也是川普的底气，因为川普不是现在他要不要阻止讲些政治话术，都是要演习之后，美军也会做非常完整的分析，以后提交到五角大厦，让川普了解到底中国在攻打台湾现在真正的实力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是055大区这回2度的驶向澳洲了吗？是让澳洲非常的紧张哦。我们今天也会关心说，这一次055大区会不会也带上福建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我们赶快来看到是12月1号，这是最新消息哦。澳洲的防长马勒斯突然间这样说，他说现在啊，澳洲正在菲律宾的海域这边追踪一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海军的舰队，因为呢，澳洲政府其实很担心这支舰队可能持续的往澳洲水域这边走，而且他预估可能在今年底的时候就会直逼抵达澳洲了。让澳洲军方非常紧张的是，到底这一支舰队可能会有多大、多狠，而且它会有多新呢？因为事实上，在今年的2月份才有一个经验的。今年的2月呢，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在这边做的是澳洲东岸的塔斯曼海做实弹演习，当时他出动的武器包括了055大区、054A 护卫舰衡阳号，还有903型的补给舰等等。当时也在说，或许水下也有这个核潜舰在下面潜伏吗？所以这一次大陆会不会海军再次的远征澳洲，做一个升级版的远征？有没有可能连航母的这些核潜舰都一起把它带上？像这个怎么看？澳洲要怎么监视中国的这个海军舰队啊？它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卫星吗？可以紧盯吗？没有吧，应该都是美国或至少在英国这些国家。当然，澳洲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们知道它作为 Quad 作为美日印澳的军事同盟，也包括 AUKUS 包括澳英美的3国的军事同盟，尤其这个 AUKUS 部分，他们是同时交换相关的这些军事的情报，包括军事当中的最优先的相互的支援。所以，澳洲其实在整个对于中国当中呢，我们现在知道最近这个澳洲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很好，澳洲的总理也都专程到北京。可我觉得这个国家中澳之间关系不错，可是军事方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松懈，包括澳洲的相关的这些军港啊，包括中国大陆民间承租的，也都始终处在任何只要触及军事都有一点微妙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澳洲这次宣布这个东西，当然表达它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海军舰队的一个掌握性。我觉得他掌握性当中也甚至提到了，讲很白说今年底抵达澳洲。我想，因为主要是今年2025年2月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船舰
到澳洲的外海在那边做实弹射击这件事情，我觉得真是惊吓了长久以来，包括纽澳吓死了，因为他们想都没有想到会来这一招哦，然后最后再自顾绕一圈再回去。我想整个到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个战略意义，人家不是没事干，出海都要很多钱，主要还是包括对于美国，包括美国、澳洲等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特别是在所谓东太平洋的关系，觉得中国大陆你真的不可能来800里外远。中国大陆现在展现他们的海军实力，以及他们的刚刚讲战略的企图心哦，而且到那不是经过，还在做实战演习。我认为澳洲有创伤哈，在军事上，所以我认为12月在今年年底本来安安平平安安度过到耶诞节，但是在军事上目前看起来不算是冲突，但他们预估担心今年底中国的舰队如果过来呢，所以这个命题，那中国舰队为什么要去？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今年2月7之外，澳洲在今年参加有关于南海方面，包括跟美国、跟菲律宾，你看多少次演习了？环太平洋还有几次演习？至少在现在新闻报道上，至少超过4、5次以上，大大小小。也就是在南海方面的这个争议点上。其实你跟你澳洲没有800里关系，可是你就这么积极在这里面，我认为中国还是会有一些嚇阻的部分的动作。所以只就嚇阻的动作来讲，当然也是这样隔空打牛，最后还是嚇阻了澳洲，但是还是警告美国，特别在军事上，我想这个战略始终没有消失。因此，接下来中国大陆会出动什么样的舰队？是不是如澳洲所怕，或如澳洲所愿？到最后就变成最厉害的，是不是？大家现在大陆网民都在想，福建舰会不会刚好出海，好好走远一点，走到一个最远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好，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它已经到达了第2岛链这边了。那当然展现军事实力给美国跟澳洲看，但大家看说，那这一次第2次的远征，它会不会如上次一样，只到这个东澳的塔斯曼海这边，还是可能往西澳甚至北澳这边来做前进？尤其这2个地方特别重要，它是澳洲的战略命脉，因为澳洲现在正在这边呢打造它的潜舰还有战略轰炸机的整个基地。那所以大使如何看？那澳洲看到这样的状况，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新的动作？其实澳洲是还没有习惯啊，对，因为事实上的话，就是说非欧洲背景的这个船队能够到澳洲附近的水域活动啊，这个是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我没有查到那个日本当时的舰队有没有跑到西澳洲附近去哈，那。也就是唯一非这个欧洲系统的国家，还有美国，它的军事力量能够投射到澳洲附近啊，那是非常少的。哎，中国大陆今年2月下旬嘛，才第一次把这个军事舰艇开到这个地方，澳洲就已经紧张得不得了。那问题就是说，澳洲附近的水域，别的国家不能去吗？军舰不能去吗？国际法没这样规定啊。国际海洋法公约是给有强大海权力量的国家所设计的，所以他们把这个领海缩得非常的小。所以呢，你只要你船舰不要进入到澳洲的领海，也就是现在就是24海里而已啊。那24海里以外，澳洲沿岸24海里以外，都是全世界任何船只都可以去的。不管是民用船只、休闲船只、军用船只，照现在海洋法都可以自由航行的。那美国更厉害，美国还说，你的领海，我的军舰也可以行使无害通过权，也有自由航权，这就是美国一直要行使航海自由的。那中国大陆如果也可以说，那我也可以进入你澳洲的领海，我是无害通过。那澳洲，所以法律上这个是你们西方人定的游戏规则，主导游戏规则。任何国家的船都可以开到里面。上一次中国大陆，也就是今年2月，中国大陆在什么塔斯曼海啊，那么举办了实弹射击。你知道这个距离澳洲的领海还有多少？还有多远？还有300海里哎。人家距离你300海里，在那边就做一个实弹演练，结果澳洲举国震动。可是你有什么权利可以说你不能来我这边做这个？那个是公海哎，你知道当时荷兰人叫一个这个国际法的天才叫格劳修斯，他是荷兰人，
荷兰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权国家，荷兰的控制整个世界水域，他写的一个海洋法公约，第一个海洋法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公海自由。然后呢，公海越大越好。沿岸国家呢，它的领海越小越好。为什么？我的船可以开过来，你的船开不过来啊。所以我的船有这个力量能够开着，我当然把我的能够行使我这个航行自由的搞得越来越大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你们这个欧洲国家自己啊，海权国家自己定的就是说海洋自由这个原则。那每一次这个沿岸国家想要扩充这些在海上啊临近海洋的这个权益的时候，反对的都是美国，都是这些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对，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强大海军力量啦，所以到你澳洲去，澳洲现在是不习惯，可是你有什么好紧张的？我是觉得没什么好紧张。上一次给你300海里外开了几炮，你就已经举国震动了。也太玻璃心了吧！好，现在不只是解放军的动作，不只是澳洲紧张，其实在美国方面，美国其实也很紧张哦，因为我们来看到也是在南海这边有一个惊人的画面，这个是解放军在11月份的时候在南海，当时呢他是让他的055大区直接就导入在这个尼米兹航母的打击群，而且当时它形成的是一种3面穿插的，等于直接就突破了美军的护卫舰，不管是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其实当时要把它挡下来都挡不住。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状况，事件地点是在黄岩岛的东南方200公里的地方，美军出动8艘的美舰，包括尼米兹号啊，还有3艘伯克级驱逐舰等等。那当时大陆有055，还有054A 跟它的1艘不明的舰艇。那当时大家就在看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可以这样子插入，也代表说美军的优势正在削弱当中吗？澳洲智库也有一个最新报告，2025年美军在海事能力的方面，军事能力的领先只有2017年的2/3。干哥怎么看？这个消息由于没有出示舰名，也就是说055重型驱逐舰是哪一艘？是南昌号还是遵义号还是什么号？现在重型驱逐舰已经下水了10艘，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就腾讯网这个报道，它没有点名是哪一艘。对，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但是呢，他说在黄岩岛东南200公里的海面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回顾一下，大概半年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艘美国海军的伯克级神盾驱逐舰的舰长跟他的航海副官有一张照片，远远望着辽宁舰，他翘着2郎腿，手拿望远镜，这种画面你再也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你下次看到的是055大区冲过来。他冲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玩。它比航空母舰不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因为055大驱是一种导向飞弹驱逐舰，它的整个的设计的基础是基于美国的神盾舰的基础去设计的，而且比美国的神盾舰还要更加的提升也就是说，它总共有112个发射井。那你会想说这是什么概念？那就等于刺猬舰一样。当它开始射飞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海面都是火光。为什么？它不断的发射，这没有什么冷却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代军舰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它的级别应该要跟美国的泰堪德洛卡级，也就是 CG 这样子的导向飞弹驱逐舰导向飞弹巡洋舰那个舰别，因为次一级的叫做中华神盾052D， 数量还是太少。可是今天如果发生在黄岩岛200公里的地方，它有之字形的变换队形，可以穿透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代表那个威胁很接近了。可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没有讲呢？海军的军令部怎么没有讲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恐怕有点棘手，不能讲。为什么？你被人家的军舰穿透了你的阵型的话，或者即将穿透你的阵型，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那就想到我们的黄海，我们的甲午战争，我们镇远跟济远的旗舰真的被日本的鱼雷艇给冲破。所以刚才上次讲得很好啊，澳洲真的吓死了，连纽西兰都吓死了。第一次开到我们家门口300公里，然后干嘛？然后开炮，开什么炮？
开他的130mm 的130毫米的那个炮，他打了几炮你就会吓死，因为最近的一次，曾经有人开到这么近的地方是谁？是2次大战时候1944年日本帝国海军的武藏号超级战舰，他曾经跑到还没有那么近，曾经开过炮，然后那时候澳洲已经吓死了，达尔文港已经全面戒备了，那个防空警报哇，这叫，然后请英国赶快来帮忙，英国说我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得了你？所以对于澳洲跟纽西兰是一个很大的警示。那对于在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坦白讲一句，以后你所看到的这个福建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编队，它一定都会配2艘055大驱，而且055大驱已经生产完毕了。接下来你会看到055大驱的 B 型，也就是比现在的055大驱还要再重5000吨，达到18000吨，那个就是以前的日本海军的大和号战舰重新在面对大家。但是问题是，这个船是完全先进的现代化神盾飞弹驱逐舰，你就晓得到那个时候不是澳洲会吓死，是美国会吓死。中俄这一回强势的压进了第一岛链的战场，曝光了。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大陆解放军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辽宁号狂刷100架次，超高音速导弹也下杀，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再加上中俄最近做的反导弹联合开火，日本最新消息今天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是新建在台湾附近新建了飞弹岛，压境东亚是否踏入战争的临界点？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强调的，除了辽宁号在外海做这种强度演训之外，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画面也曝光了，是看到的是有垂直下杀把船的这个画面。北京秀军事肌肉是在对美日台发出警告吗？第二件事情，这个是最新消息，日本在台湾附近打造的飞弹群岛压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从与那国岛一直到宫古岛全面武装。日本是想要嚇阻，还是把整个东亚有没有可能推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呢？最后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首次公开的氢弹投放，加上非核氢弹的威力，再加上中俄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演，中俄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吗？今天也会来关心印太的军控会不会因此而不一样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在这一场中日冲突之下，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示警，包括了辽宁号在6号到7号，我们上次跟观众朋友报告过，突然间是在这个冲绳外海这边狂刷了100架次的舰载机，还有直升机之外，歼15也对日本的 F-15雷达做照射。最新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在微博解放军放的这个 MV 叫做《箭在弦上》。我们请导播也带我们来看这个潜艇集群是一字排开，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在上演震撼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逐渐来看到，是从高空有一个垂直下杀的这个砸中靶船的一个画面。专家特别针对了这个影片也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在针对美日做警告，也是同时要他们不要干涉台海。而解放军的讯号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层面还做了哪一些呢？北京最近是成功试爆了它的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可以燃烧超过1000度，火球持续燃烧2秒以上，高热加震波可以定向的攻击掩体跟建筑，目的现在说就是要在打城市战中打击台湾的防御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刚刚特别看到的中国大陆公开它的潜艇集群之外，还有这个导弹垂直下杀的一个画面，剑指美日台做警告吗？会不会让台海风险再加剧？大使怎么看？对，我想最主要，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亮剑啊？其实这些都是既有的武力，既有的这个新的装备啊。那你说中国大陆有70几艘的这个潜水艇啊，本来就是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支潜水艇。那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把它这个阵势摆开？这个在中国大陆军事术语叫亮剑。亮剑就是当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要发生，中国大陆会先把武器先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就亮剑，就是让你评估，免得你会做错误的判断。
也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武力到什么程度，那就先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评估，免得有这个武器，结果对方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故意搞不清楚，然后呢做了一些挑战，然后发生冲突以后，那冲突一定会造成损失。所以大陆的战略是先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自己评估，让你知难而退啦。那我想它最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因为这个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啊，那事实上的话是对在陈平时期对中国大陆，那么公然这个等于就是说要做出行使武力的威胁。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当然就一定会强烈回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过去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日本的再武装，那到现在，那么高市早苗的极右势力上台以后，他不但这个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胁，明白表示说他要干涉台海未来的发展啊。其实台海两边他都知道不是日本的，都是属于中国的。他事实上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对，1972年、1978年。他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他现在就是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他就是要干涉，而且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话，我就要行使怎么样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啦。那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是认为说这个那么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事实上正在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思维跟做法上，在高度的怎么复刻，而且高速往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推展。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2次大战以后所建构的整体的国际秩序，日本是一个挑战者，他不愿意接受。在领土的安排上。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约制上，因为2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事实上有所谓的什么敌国条款，也就是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发起战争的战败国，他不能够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作为。那德国不能恢复纳粹主义，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敌国条款就说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联合国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所谓的这个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最近就把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而且是对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就播出来，而且也很罕见的把这个潜艇浮上水面，一个舰队展示出来。那这就是亮剑，最主要就是亮给日本看，然后要震慑日本。那然后让日本知所节制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连非核3原则也都要放弃，对，那日本变成一个核武国家的话，那东亚就永无宁日了。好，现在整个东亚其实陷入在蛮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刚刚提到了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他们的潜艇之外，其实呢，东京这个油门持续的踩下去，让日中关系现在被预估是跌到了10年来最冰点的此刻，因为他现在正式的，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我们来赶快看到这个消息，是他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沿着大约是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在这边新建各种的阵地，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来自于日方的说法。而在台湾的东方，只有大概110公里的与那国，更被打造成最前线，被当作是火力哨站，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这一波飞弹群岛化是真的能够吓阻大陆，还是把东亚推向另外一场军事战争当中？干哥怎么解读？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才110公里，所以你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动什么手脚，那都会被当作焦点来看待。那最近呢，因为他们在与那国岛已经真的就部署了雷达站其实与那国岛本来是没有军队的，但是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也不叫有军队。
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最多是部署在冲绳，也就是说在琉球。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你就印证了你的野心在哪里。所以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你可以从他一些很小的动作里面看出来，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次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它在那个公海上面，竟然被日方的 F-15战斗机逼近。那歼15从辽宁号上起飞是奉命去看看你的意图，这一定要拦截的啦。不拦截不可能。可是通常以前我们在看美俄在冷战时期的北冰洋的对峙，苏联的轰炸机飞过美国航母舰上空的话，通常是不会开照射雷达的。那中国这次就很果决，开了照射雷达，就我告诉你，我已经照着你了可是开照射雷达到了开火控雷达还是一段距离，就算你开了火力控制雷达之后，还没有按下按钮，那就是第3步。所以说，从照射到开火控到真正发射飞弹，其实还很遥远。所以那是一种自卫、宣示自卫的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原因，就是说日本认为他们受到了挑衅，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我在公海上面演习，你的飞机靠近我，虽然你的战斗机也是在公海上，但是这绝对是挑衅行为。那日本说不是你先挑衅，没有关系，各说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在测试对方的能耐跟底线。如果一旦一天有事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谁的反应比较快。那与那国岛，老实讲一句，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他们对于他的防御跟攻势的加强，是不是正如中国的观察家以及台海两岸的观察家所预判的？他会把什么？他可能还会把对舰飞弹移到这个陆地上面去，到岛屿上面去，还有他可能派真正的警卫团，也就是说，那个都是由陆战队构成的。如果真的派上去，哪怕是一个排或半个营都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降低温度的，反而会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好，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在这个第一岛链，因为中日冲突而持续扩大那其实呢，不只是影响的范围是到中日而已，现在持续的扩大，许多国家也被拉进来，包括了在俄罗斯因为力挺中国大陆，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举行了军演，启动的是第3次的反岛联合军演。那官方有特别定调说，这个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了第三方那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如何？美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机，突然间战略态度改了一个方向，最新修订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不再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了，是有意图要跟俄罗斯来做合作。那川普也把战略重心拉回到西半球，以美国防卫本土为优先。民主党当然就大骂川普了，他说他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助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一方面是中国在这边氢弹上面的投放，另外一方面还有中俄的军事同盟是不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对于全球这个区域安全的冲击，上志哥又怎么看？美国这次这个所谓的安全战略的这个白皮书发布，它当然真的是对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这个全球观，它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当然，特别大家关注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在此延伸之外，也不得不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中俄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密，所以无上限，包括中俄的所有历来签订的这些高峰的所谓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其实尤其体现在最近对于日本这个部分，那前阵子我们看到说中国方面公布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氢弹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当时氢弹的这个试验的
的画面。对，那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包括核弹的试验，其实都没有公布。作为一个无论是在情报的机密上，或者是说也不想引起全世界很多的敌对或恐慌。但是呢，这次披露这个历史性的，虽然是个老的氢弹，但是我想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很明显，它是直指对于日本的压力。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有关军事的消息的散布，很多人都解读说它是不是乱枪打鸟，就也要警告美国，也要警告什么？其实不是哦。大家要记得，中国现在对于所谓这种军事上的舆论性的应用，它其实都是有个特定的行销讲 TA 哦，它要针对谁？比如说，它现在锁定的就是日本。那在日本背后的部分当然是台湾，也都是直指的这同样的一条这个水平线来讲，就是它是有连带关系。然后再往后面，可能是包括对美国的一些警示；再往后面，当然是对全世界当中军事的这个宣告。所以这个概念之上，我们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他们都一直传出他们有非核氢弹，有时候他没有需要用过去核弹的这些包括放射性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氢弹这种引爆跟杀伤力。那这一块，大家在这一次的氢弹的画面公布之后，其实是浮想翩翩的。对，而且特别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中俄关系的紧密，我们特别要看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因为9月上旬，也就是才1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正式由他们的第一总理丹尼斯宣布说，他们要把手上当中对于宽体客机的重引擎，也就 PD-26，那这个部分是现在中国大陆做不到的哈，就未来要做 C929。这个重引擎发动机要整个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包括它的发动技术，要全部都要卖给中国。你要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确实在军事能力上当中，很多发动机自己做得到，可是，在航机上，因为它的思路跟流体设计不一样，俄罗斯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它未来研发的东西，都要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出。而且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引起的争议当中最快出来指责日本，而且就历史的这个罪人的定位来指责，就是俄罗斯。所以特别是在北方四岛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也你说配合中国吗？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事的这个巡演，所以对于日本在北方四岛、北海道之外，也有产生具体的军事压力。所以这军事压力，中俄现在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方跟日本的西边在黄海地区来讲，这个夹击的力量确实比较重。好，谢谢上次哥。好，我们持续要关心到是解放军现在横扫在第一岛链，今天特别来关注，包括先前关注到辽宁号百次起降，还有他们的百舰齐出，都震慑了日本。王毅在这个时候又重启，他特别提到7重锁定，警告日本战败国休想挑衅。我们今天来关心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是大陆在深夜发布的7重锁定，针对于台湾的地位呢，要来封死跟日本介入的一个空间。另外呢，现在爆出的是说，歼15锁定日本的 F15嘛，那现在有一个说法，东京擅闯演训区，其实可以把比如说 F15这样子的战机视为是未来的合法标靶吗？未来任何的战机只要进来，是不是都可以当做合法标靶？等于是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国智库今天特别警告了，他说中国大陆恐怕会先发动这个核打击，但是现在也有一个说法，他有必要发动核打击吗？针对第一岛链，因为呢，大陆现在早就已经有3航母了，还有055舰队啊，有需要动用到核武吗？最后来关心在南海的情势，美国的伯克级已经闯入到了黄岩岛，大陆方面也做了一个反制，出动的是他的052D 跟054A 做夹击，中方封死，包括了在西湖入口这边实建立了它的控制区，南海局势是否会翻篇？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一起的来做关注。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半夜丢出的震撼弹，来看到王毅怎么驳斥高市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他直接就是明确点出有关于台湾的地位是用7重锁定，用的是哪一些的合约条款呢？包括他引用的是这个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还有呢2758号决议等等，特别去强调锁定了台湾的地位。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日本你身为是2战的这个战败国，你必须要深刻的反省。
谨慎的做出你的抉择。高市想要借由台湾声势来发出对大陆的武力威胁，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惊悚的事情是，海上的行动也持续的在升级。除了我们带您看到辽宁舰啊、歼15等等之外，中国的军事专家，这个是张军社就直接警告了，未来干脆啊，共军训练海空域可以被视为是训练的标靶，战机闯进来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大使怎么看？有关于第一个是台湾的地位用7重封死，第二件事情是日本的 F-15擅闯演训区，真的可以被视为是合法的标靶吗？国际规则会容许吗？谢大使怎么看？这样哈，这个王毅外长讲的这个7重封锁哈，事实上它都是有根据的啦。那不过就是说，台湾的地位啊，事实上哈，绝对是归还了中国的政府。在这个1945年是归还于中华民国的政府。那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后啊，它所建立的所有邦交国，那它都有一个台湾条款，都要别人承认啊，任何国家跟它建交，你一定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有些就是直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那1979年，中国大陆跟美国建交也是讲这一点，它中文写的就是承认。日本的话也是在它的建交这个共同声明啊，日本尊重并了解并尊重。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台湾属于中国的这部分是毫不动摇的。而今天台湾还实际控制在两岸共属一中的一个中国政府里面，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它事实上跟大陆的法律关系来讲啊，我们是这个虽然这个现在政府提出一个什么互不隶属啊，可你要就从内容来看，两岸的这个中华民国是高度重叠，尤其在领土部分，中华民国的领土宪法里面写，中华民国的领土从其固有之疆域，固有之疆域就我们过去连今天的蒙古国也是在我们手，也是在我们这个固有的疆域里面。另外一个，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很多国家你对你的疆域，什么叫固有的疆域？那要看内政部公布的地图。历来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的中华民国地图，都是把台湾放在中华民国里面的，而我们还有大陆的所有的领土，我们也没有放弃啊。对，所以就法律，我们今天王毅讲的是纯就是法律，我也就讲纯粹法律。所以呢，其实两岸政府是在这个主权，在这个是中华民国高度重叠的两部宪法。所以就过去很多学者就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嘛，对不对？9·2共识就一中原则，就是因为有这个宪法。那这个宪法，大陆的宪法都有效，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也继续生效啊。对，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里面，我们也从来中华民国有说要放弃台湾吗？中华民国有被另外一个国家给取代吗？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政府，这一点是法律上是不可置疑的。是不可置疑的。那当然，大陆讲了七个。那因为日本事实上它是无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啊。他是在1972年，他告诉中华大陆说，台湾是属于大陆的。他是明白的，你去看他那个1972年的联合公报啊，那个前言讲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就是说，法律的人他一定要很清楚。他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了解并尊重此立场，并严格遵守波茨坦宣言第8条的规定。波茨坦宣言的第8条规定就是承继之上的1942年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要无条件归还给中国。所以日本在台湾的台湾，他已经把中华民国丢掉一边了。可是他说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可是我们不管今天这个两岸是一个国共内战的一个延续。可是我们纯就法律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依然在中国的一块土地上生效，这块土地叫台湾。然后呢，这个里面的有关的这个台湾的地位更其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台湾。除非有人要把中华民国推翻，对不对？或者说我另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作废，没有啊。所以就两岸的这个所有的法律文件，还有对外的两岸的这个两部宪法对外的法律文件，本身跟其他宪法的发生的关系，包括日本国宪法发生的关系，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不要说7重了，我认为比7重还多了。好，这个是大陆的王毅有特别就这个法律来去界定历史的这个法律来特别去界定有关于两岸还有台湾的主权问题。不过呢，美国智库也说呢，如果说我们看到如果不完全使用法律的话，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就是中国大陆接下来如果武统台湾失败的话，政权受到威胁。美国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可能会先发制人做核打击。那又一个专家做了分析，他说：“真的吗？大陆有需要发动核武吗？因为他目前来看到军武上面的战力，其实已经是足够来应付了。包括我们看到画面上这边列出来说，大陆现在现有的武力，不管是400艘的舰艇、3航母成军、055还有052D 啊等等，都已经出动了，还有东风导弹能够整个覆盖美军跟日军所有的基地。第一岛链，中国还有需要动用到核选项吗？那如果真的要用到这个门槛，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破红线？干哥怎么看？我实在很想用老百姓比较听得懂的话来斥责这个 CSIS 它是华府智库，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但他讲的话完全不是在专业领域里面讲的。他上个月就已经讲了，我有24个结果，我们经过这个推演，不是兵推哦，注意。不是兵推，他们推演出24种结果，就是中国犯台的话，只有2个结果会成功。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胡说了。他说，虽然只有2个成功，但日本一定会波及，所以说日本是可能会有事的。这就是高市早苗后来台湾有事论的根基，你知道吗？都是美国人害的，害高市早苗讲错话。所以到现在局势搞成这么不可收拾，然后最新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为了先发制人的话，他可能会先动用核子武力。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再三强调，核子武器不是随便说就可以动用的。不管乌克兰多么的在前线英勇抵抗，可是打到最后，就算是阵地失守。俄罗斯也一样没有动用核子武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触犯了战争罪跟人类罪的。除非2国真正交战，除非真的不诉诸核子武器而不能得到结果的话，其实通常像这样子的研判都认为我们觉得像是打高空的感觉。那所以说，你说这个 CSIS 它为什么会下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理解，绝大多数的专家都不会理解你会有这样子的推演，就说中国为了先发制人而先动用核子武器，动用核子武器的代价是什么？不用我们多解释。而且老实讲一句，中国现在的核子武力已经达到500枚弹头了，可以摧毁日本20次，还需要用到核子武器吗？那讲到传统武力，中国海军现在有400艘可以用作战舰的船。也就是作战用的船，还不包括后勤以及支援舰。所以说，在400艘的规模之下，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的300艘了，300多艘。所以，美国海军在短期10年之内不会再增加船，只会减少。中国稳坐全球第一。当然，日本的金刚级神盾驱逐舰是我们必须要忌惮的，因为日本的神盾舰。说句实在话，它的水准是世界一流的，它可以跟我们055大区相比，但是在质跟量的日益悬殊之上，日本是没有办法遂行一场传统战争的，它没有这个能力，
他也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根本就不必谈到说中国需要使用核子武力，因为中国除了核子武力以外，还有刚刚说到的高超音速武器，光是东风17跟东风26这种高超音速武器就够日本有苦头吃了，所以我完全推翻 CSIS 这样子的国际战略中心研究中心，他们这简直是痴人说梦的这个结论，我觉得那完全是不可采信的。中国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只是你要不要承认而已。好，这是来自于 CSIS 美国智库的最新的说法。那有关于第一岛链的紧张，除了说美国所支持的日本之外，我们一路的往南走到了南海这边，美国所支持的菲律宾最近也是很多的事情哦。中菲关系还是持续的紧张的时候，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派出的是他们的驻菲律宾一个新的大使，这位大使叫做景泉，他刚抵达马尼拉就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他喊说任务是非常的重的，因为这时候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军事武器。海上军事武器集结，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美国派出的是它的伯克级的这个斐拉塔号闯入了黄岩岛，那中方则是派出它的052D 跟054A 直接压境。菲律宾海巡更是指出呢，中方的舰艇已经封住了整个黄岩岛的西湖入口。那黄岩岛海面其实已经被中方给实控，做成了一个封锁圈。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说法。到底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边谁比较占上风？这一次等于北京在对美菲做一些警告吗？美国这次这个伯克级战舰的这个培拉塔号，它都是经常往返在菲律宾跟日本的这军事基地当中来来回回哈，所以它有时候自己一艘，有时候联合其他的这个军舰在走，所以呢这次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在黄岩岛的部分不算是一个冲突啦，但他们就是在那损残坠，我们要这样讲。那中国大陆当然立刻派出2个052D 跟054A， 也都是大阵仗的规模。那坦白讲，培拉塔号是没有。如果真的要动手起来，中国大陆也不会输。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现在其实中国大陆比较少。对于在南海地区来讲，他们应该都常驻了一个815的这个电子侦察舰。每次只要有任何美军为主的动态，那815人家就是要街溜子嘛，在网络上很多，很有意思。他就在躲在旁边，他也不打你，你也不能打他，可能就收集所有资料。而且每当他靠近的时候，你要知道，美军军舰上面连所有来士官兵的蓝牙手机都不准用哦，因为那个讯号他都全部可以接收到。所以其实要去真的在那个地方，美国可能也要去稍微示威一下，但是每次示威付出的这个紧张代价还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中菲之间的关系。新的大使到，他当然说这个话叫做双边关系不要再恶化。这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不可能不能再往下恶化了。我们知道中菲关系最近的状况，我认为要先从一个角度来看小马可仕。小马可仕自从今年特别是台风过后之后，整个所有贪腐的部分现在爆发出来。首先有一个流亡在海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议员那他在海外当中直播就指控了小马可仕他本人也贪污，还煞妆煞影的讲究，他自己都还送钱给小马可仕当然大家都否认。而且主要是最近小马可仕的姐姐艾米马可仕也是参议员，也公开指责小马可仕吸毒。虽然总统府出来否认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小马可仕真的是臭的不得了。贪腐的团队他虽然都现在也在抓贪腐查贪腐，可民众不太相信现在抗议一波波。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最关键是中菲关系，今年这次菲律宾经历了难以想象，也算是空前接连的这个台风的摧毁之后，中国完全没有捐1分钱，完全没有任何像过往的当中救援的团队或重建的团队去帮助菲律宾。所以中菲这个紧绷的关系真的很像现在中日的紧绷关系，只是一个是更接近军事，一个是更接近实质的，包括从经贸到军事全面的断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待在中菲关系上，就是中国现在在严肃处理包括周边关系，尤其第一岛链当中的2种模式。我认为菲律宾的模式现在就是小马可仕果然虽然不是说被中国整的，他把自己搞惨了，但一旦这种小马可仕自己内线，乃至于未来有可能杜特地家族去之后，他一旦未来失去执政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才是会跟菲律宾会恢复有点友好的关系，而这样子的模式也很可能体现在跟日本的未来关系上。